最近乌克兰局势备受关注，就在俄罗斯向边境部署15万大军，外界认为战争一触即发的紧要关头，局势却突然发生了戏剧性的反转。俄罗斯总统普京向其国防部长下达了撤军命令，一时间军迷们都倍感困惑。一向强硬的俄罗斯为何现在却突然退缩？难道俄罗斯真的向乌克兰背后的北约势力妥协了吗？对于突然的撤军举动，俄罗斯方面给出了相应的解释，称这次军队大规模的部署边境只是一次突击战备检查。不过，这样的解释并不太具备太大的说服力。在乌克兰局势紧张之际，俄罗斯大费周章部署15万大军，仅仅只是为了所谓的突击战备检查吗？随后，美国人发现了一些端倪。美国高级研究科学家迈克尔·考曼夫表示，这只是俄罗斯军队的部分撤军，更为重要的是，俄罗斯留下了多少装备还有待观察。随后，这一说法也得到了俄罗斯国防部长的验证，其表示这些部队应该把武器留在俄罗斯西部。这说明了什么？军队虽然撤走了大部分，但是武器仍然留在俄乌边境。而留下来的武器都有哪些，似乎也有迹可循。不久前，有消息人士透露称，在乌克兰局势紧张之际，俄罗斯在边境部署了大量的苏34战斗机。由于这些战斗机在上个月底并未出现，因此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些武器是俄罗斯最新部署的。而除了苏34以外，还包括苏30、苏27等多款战斗机。从战斗机的种类来看，俄罗斯部署在边境的战斗机数量也一定不是一个小数目。除了战斗机以外，还包括俄罗斯的先进导弹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这绝对不是一款简简单单的导弹。从该导弹的射程来看，其攻击柏林只需要5分钟，摧毁巴黎也只需要8分钟。那么试想一下，这个被部署在距离边境250公里处的伊斯坎德尔导弹，想要打击乌克兰，是不是就是分分钟的事？光是这些被报道出来的武器就这么厉害，那么那些尚未被发现被报道的武器又有多少？威力又有几何呢？不得不说，普京的这招实在高啊！我们尽管知道俄罗斯有着强大的军事实力，打乌克兰简直是轻而易举，但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此时与乌克兰开战，并不符合俄罗斯的利益，只会便宜了北约。因此，如何在不开战的情况下，又能最大限度地威慑乌克兰，就成为了一个巨大的难题。从现如今来看，俄罗斯做到了，利用15万大军压境，把该布置在边境的武器都布置好了。如果乌克兰军队再敢轻举妄动，那么将会立即遭到俄罗斯军方的毁灭性打击。在清楚这一利害关系以后，乌军再敢挑衅，那就是自取灭亡。可见俄罗斯这招简直是妙啊！新西兰近期发表声明称，不赞成美国利用五眼联盟来从事恶化行动。新西兰极力反对五眼联盟利用情报共享为由实施恶化行为的态度，也导致了联盟内部意见出现了分歧。而此时，日本又跑出来刷存在感。据参考消息网报道，日本驻澳大利亚大使称，日本正在为加入五眼联盟做准备。其实，日本想加入五眼联盟早就不是新鲜事了。此前就有媒体曾爆料，日本为了向美国证明其情报收集能力，多次向美国提供涉华情报，这才导致美国近年来逐步对中国疆域地区干涉加剧。再加上近期的福岛核废水事件，美国不顾全球反对意见力挺日本，这足以说明二者之间早已关系密切。所以说，日本加入五眼联盟只是时间问题。对于美国来说，日本具有紧邻中国的地理优势，这极大程度上增强了日本的情报收集能力，这正是美国想要的。所以在日本加入五眼联盟问题上，美国是举双手欢迎的。而由于新西兰目前的想法与美国相违背，这会导致联盟内部军心涣散，所以美国也恰好需要一个极力反华的国家加入，以此重振军心。较日本而言，加入五眼联盟一来可以进一步深化美日关系，让自己更加紧绑这位靠山；二来也可以通过美国结识更多盟友，充分发挥外交力量；三来则进一步加深日本在亚太地区的地位，届时日本在全球的地位将获得显著提高。对此，不少人表示担心，称日本加入五眼联盟对中国会不会造成影响。曾有专家回应称，无论日本是否加入五眼联盟，对中国都没有根本上的影响，这是因为日本本就站在中国的对立面，即使没有加入联盟，也一样会想方设法针对中国。所以说，无论日本再怎么闹腾，对中国而言都没有什么区别。不过话说回来，日本最近的行为也是越来越嚣张了，不仅屡次挑战中国底线，还堂而皇之与美国商议反华策略，真当中国不敢动弹吗？日本无论再怎么闹腾，都终究是美国的一条走狗罢了。既然日本不听中国劝阻，那我们也没有必要再对他客气了。要知道，日本离中国如此近的距离，不光是方便日本窃取情报，也方便了中国教训日本。
布雷斯韦特在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任职的最后8个月期间担任海军部长，应该说他是一个短命的海军部长，但在任期间他提出了很多改革海军的想法，其中一条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就是美国海军必须要重组第一舰队。布雷斯韦特担任海军部长期间坦率地认为，中国对美国的海上权力构成了威胁，他称中国是美国历史上无可比拟的威胁。在太平洋拥有另一支编号的舰队将威慑该国的军事力量。中国一直在大力投资海军，并在该地区建立了军事化的岛屿。中国的舰队规模已经超过了整个美国海军，而美国海军却连增加一支舰队的资金都无法保证。关于未来第一舰队将驻扎在何处，以及应分配什么舰队和人员的细节，仍然是细节中的魔鬼。布雷斯韦特说，该地区的盟友和合作伙伴都赞同这个想法，包括印度、新加坡和日本。具体的细节，美国海军正在和智库公司进行磋商。目前来看，东南亚地区没有可以部署航母的港口，所以部署轻型舰艇是上之选。目前，美国海军已经部署了自由级滨海战斗舰在新加坡的樟宜海军基地。美军预想自由级滨海战斗舰在未来的作战任务中，可以利用其高航速的特性封锁南海海域的重要水道，拦截中国的舰艇和重要的运输船只，从而阻断中国的海上生命通道。第一舰队的建立显然会加强这一决策。大量的 LCS 轻型护卫舰、潜艇、驱逐舰会封锁南海水道，使之成为一个无法航行的内海。可美军的这一计划真的能如愿吗？或许不可能。作为目前南海局势的应对，中国海军重新起封了原先封存的022型隐身导弹艇，其造舰数量达80多艘。这些导弹艇具备良好的隐身性能和强大的对海打击能力，每艘都可以携带8枚反舰导弹。大机群齐射时拥有着非常猛烈的火力，而通过数据链的整合，022导弹艇可以融入到整个中国海空军的作战体系中去。除此之外，中国还建造了数量可观的056型轻型护卫舰，加上其他主力舰艇，中国在南海的兵力拥有着绝对的优势。而中国空军和海军航空兵也是牢牢地掌握着南海的制空权。随着中国航母战力的加强，对南海的控制力也会进一步加强，谁都无法阻止中国保卫领海的决心。近日，俄罗斯海军专家亚历山大在国防工业通讯社上发表文章，提醒俄国民日本现在的军力优势和潜在威胁，警告俄军不能等闲视之。作为战败国，日本大幅削减了曾经庞大的陆军兵力，但在海空军的发展上投入重金，加上日本领先的微电子和制造业，使得日本军力获得了大幅的提升。其次，日本现役的军力不能完全代表日本的实力，它留有很多后手，具备快速扩充的能力。以往大多数俄专家都会强调俄军在导弹、轰炸机和防空兵器方面的优势，有意避免谈及海军和现代化空军的问题。在大多数俄罗斯眼中，日本不被视为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国家。俄罗斯作家契诃夫有句非常著名的话：如果在戏剧的第一幕中，舞台墙上有一把手枪，那么在最后一幕中，它肯定会开火。今天的日本军方就像一把挂在墙上的枪一样。日本空自的优势，电子技术和预警机。日本空自的军事规模、武器装备仅是俄罗斯军队的一半，但从数量上来看，日本军队比俄罗斯东部军区具有优势。与此同时，日本的武备基本自给自足，可以确保自行生产所有现代武器，并拥有充足的储备来迅速增强战争力量。在空军方面，就战斗机数量而言，日本仅是俄罗斯空军的一半。但是这里有一个非常微妙的问题：日本凭借其先进的电子技术，在有源相控阵雷达的开发上走在前列。海上自卫队是日本最激进的优势，远远超过俄罗斯海军。海上自卫队是日本最激进的优势，远远超过俄罗斯海军。这是一个岛国和二战海军强国的传承。截止目前，俄罗斯海军有31艘排水量2000吨以上的主力作战舰艇，而日本拥有45艘导弹驱逐舰，大部分战舰都比俄罗斯要强大得多。其中出云级航母可以携带多达20架 F-35B 垂直起降战斗机，日本还可以继续增加出云级的数量，或者建造更大的航母。对于拥有强大的造船行业的日本而言，建造任何舰艇都不存在技术障碍，因此其海军未来的扩充潜力也远大于俄罗斯。日本只有20艘常规潜艇，只有俄罗斯潜艇数量的一半。但其实日本海自每服役一艘新潜艇，都会退役封存一艘老式潜艇，而这些封存的潜艇其实舰龄都很短，随时都可以出战。
包括日本的主力驱逐舰也是如此。老式舰艇会首先编入训练舰队，然后封存，但不会拆毁。这也看出日本利用其强大的造船业给战争储备的物资。俄专家对于俄海军目前的状态非常不乐观。亚历山大认为，日本的战舰和潜艇技术先进，并且得到了及时的维修和现代化，而且他们的船员受到了更好的训练和培训。所有这些令人遗憾的统计数字都显示这样一个事实，即俄军的很大一部分水面舰艇和俄军绝大数的核潜艇处于各个级别的永久性修理状态，同时舰员大量处在上岸状态。最后一个因素，日本的几支舰队可以随时集合在一起，而俄罗斯其他几支舰队很难跨区支援，基本只能太平洋舰队单打独斗。当年沙俄就是这样输掉了对马海战，而日本自卫队其实隐藏了自己大量的实力，轻易不显露。如果有一天美国拉不住这条恶犬，那么俄罗斯将再次面对100年前的难题。远东作战依旧是海空军的天下，俄军强大的陆军其实难有用武之地。